上离岛的夏日汽水摇滚节之旅还满意吗？歌手们的表演都好精彩啊！还想去哪里玩吗？我来为大家带路吧。可惜当归饼干不在，好希望下次音乐节他可以来参加演出啊！他可是桂花书院最擅长音律的饼干。啊，下次？这次忘记邀请他了吗？不是啦，听说丹桂饼干他之前接到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工作邀请，要给一部经典剧集制作音乐，所以没有去夏日汽水摇滚节。经典剧集是三罗宾演绎那种吗？草莓饼干，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是那种饼饼要战斗的剧集，是蓬松米高大陆超有名气的剧集《甄嬛传》。《甄嬛传》，我记得拍摄片场在鸭梨岛上。现在去的话，说不定正好能看到拍摄哦。那我们还等什么？芒果饼干，去那里的路你一定很熟悉吧？公主饼干，你怎么突然出现了？那当然了，加速前进，去鸭梨岛。大家坐稳了。不要突然加速啊！我要飞出去了！哇，好豪华的宫殿呐！看起来只比饼干王国的城堡差一点点而已。看来这里就是剧组了，我们悄悄地过去看看吧，小心一点，别被发现了。你们那边的饼干，你们入境了！糟糕，还是被发现了。对不起。我就是担心拍摄现场被围观，才选了鸭梨岛，没想到还是……哇！导演饼干快晕过去了。哎，那不是魔法师饼干吗？丹桂饼干也在这里，我看到了。虽然他躲在树荫下，只露出了衣角。魔法师饼干，在这里不要叫我魔法师饼干，要叫我助理导演饼干。那是什么名字？助理导演饼干，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啊。看起来都很有精神。我是说，很有潜力。剧组目前在招募一些优秀的饼干演员，你们来的正好，一起来试镜吧。试镜，听起来挺有趣的。这幕戏讲述的是宫中选绣饼时的一场小冲突。各位扮演绣饼的演员饼干要深入理解各自角色的性格特点和立场，从而更好地演绎这场戏。石榴饼干，面对绣饼的挑衅，你要显得惶恐又无奈。绣饼欺负你，让你道歉时，你的眼中应该闪烁着泪花，但你却强忍住泪水，不愿在重饼面前示弱。你确定吗？你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出身贫寒但心地善良的饼干，你的表情和语气应该透露出一种柔弱和委屈，同时又要表现出坚韧不屈的一面。柔弱的石榴饼干。石榴饼干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等会儿我一喊开拍，你就要不小心把果汁泼到跋扈饼干的裙子上，记住了吗？预备 ，Action！ 来杯现榨果汁吧。好凉。你是哪家的绣饼啊？拿这么冰的果汁浇在我身上，找打吗？对不住。问你呢，你是哪家的？我叫安陵容。卡，石榴饼干，这里要轻声细语一点。好了，我们继续 ，Action！ 你知道不知道，你得罪的是包衣左领家的小姐？我一时惶恐才失手将茶水洒在你身上，不是故意的。你跪下向我请罪，我就大饼大量饶了你。放肆！瞧你那满是面粉的蠢样，还想命令我给你跪下？我
鱼饼干，没饼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啊，好重的杀气！我的腿好软。对不起，对不起。没有饼告诉我派系会有饼生危险啊！我平凡的演员生涯还能不能继续了？我就知道。演员饼干们，拍戏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角色设定啊！我的腿也好软。哼！16饼干，还有海棠花没有带。松阳县城安比怀之饼，安陵容，年16。臣禀安陵容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很好，这才是对国王该有的态度。紫蘑菇饼干，把香囊分给大家吧。卡士达3式饼干，台本里根本就没有这段，你不要乱发挥。好吧。卡士达3式饼干在偷看小抄。撂牌子，呲花。这是我的台词。多谢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身体安泰，永享安乐。旁人被撂了牌子，都一脸的不高兴，你倒是懂规矩。陵容此生能有幸进宫，见到皇上太后一面，已是最大的福气。安陵容留牌子，赐香囊。卡士达3式饼干，我最受不了的饼干就是你。16饼干，你最受不了的饼干不是我了吗？这个就不要争了吧。有刺客，快来救驾！哼，仲雪，哼，仲雪，好有个性的演员饼干。他做得对，忍不了就不要再忍了。观看别的饼干演绎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那时候的我满心狂喜，谁知进宫以后，宫里的日子那样的难过。我伤害了身边的饼干，尤其是那些视我为姐妹的饼干，最终和他结下了一生的怨恨。面包大陆的饼干们热情的让我有些不习惯，只是路上偶遇，他们就邀请我来一起参观片场。这样好的阳光，终于又见到了。大理寺少卿真远道之饼甄嬛，年17。大理寺少卿真远道之饼甄嬛，年17。这么长的台词都能背下来，紫蘑菇饼干好厉害！臣禀甄嬛，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哇，是甄嬛饼干，好帅气啊！我也不能输。甄嬛是哪个嬛子啊？嬛嬛一鸟楚宫腰，正是臣禀闺名。哇，你的名字有那么长啊！嬛嬛一鸟楚宫腰饼干。卡，演员饼干，麻烦你照着台词演。对不起。秀饼姓甄，犯了皇帝名讳。我的名字里没有甄字呀，怎么忽然这么冷啊？禀太后，当年臣禀父亲为官，圣祖饼干看见父亲姓名，说姓真好，听着像忠贞之饼，以此作为勉励。没错。你走上前来。是蛋糕狗狗。剧本里不是写着猫咪吗？长卧，长卧。
道具助理饼干，虽然戴着猫耳朵头套的蛋糕犬很可爱，但是这里应该出场的是猫演员。哦，好可爱！不是，胡闹！耍赖并不能解决问题。甄嬛饼干不愧是专业的演员饼干，这么混乱的场面还能保持冷静，还算端庄。留牌子，此香囊。沈眉庄饼干，殿前事宜，拉出去，永不许在学校。咔咔咔！是卡士达3式饼干。辛苦了。来，蛋糕狗狗，修狗咪。我们现在要排演的这幕戏是甄嬛与皇上的对手戏。这场戏要表现的是两饼之间的微妙情感交流和皇上的隐秘身份给这场偶遇带来的特别氛围。演员饼干们要把握好角色的心理变化和情感交流，用细腻的表演将这场御花园中的偶遇展现得生动有趣。饰演皇上的演员饼干，这场戏开场，你需要表现出一种好奇与欣赏混合的情绪。我明白了。好，注意进场的时间，找准机位，预备 ，Action！ 卡！演员饼干，你为什么不进场？有什么问题吗？我在表现好奇与欣赏混合的情绪。你真的明白了吗？算了，我们继续吧。Action！ 不知尊饼如何称呼？你猜猜。你不会是皇上吧？你是王爷？听说过。哎呀，被呼叫了。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大嘴鹦鹉的海上贸易中心丢失了数万克方糖。安抚好市民情绪，尽快检查一下附近有没有可疑的痕迹。真的有那么多方糖吗？演员饼干，请不要在拍戏的时候接电话。不好意思，最近案件堆积得很厉害。听说过果郡王吗？尊饼真的是果郡王？又有呼叫，请等一下。什么？制作鲜奶油蛋的罪犯饼干出现在樱桃2区，消息可靠吗？你见过我？自入宫，连皇上都未见过。那你怎么知道有呼叫吗？是我的错觉。我不是果郡王吗？似乎年岁不太对。饼干的年纪和他的相貌，往往是不太相符的。尊饼说自己是，那就是吧。常在真室，见过王爷。是紧急呼叫。什么？一群蛋糕犬堵住了魔法学院的大门，趁他们还没冲进魔法学院，尽快在大门围堵。记住了，随时提高警觉，不可过度自信，安全第一。演员饼干，我们现在是在拍戏，这是非常严重的魔法案件。你就是那个暴病的常在。内宫所事，王爷如何知晓？我得先走了，祝你好运。等等，台词还没。我的花篮，那是我收集了很久的花瓣。我们魔法事件侦查组每天在大街小巷处理各种魔法事故，什么细节线索都瞒不过我的眼睛。你身体可好些了吗？出来怎么不多穿件衣裳？你刚才吹的那首《杏花天影》合情合景。
若是在春夜用熏吹奏，会更得其清丽幽婉之妙。此刻用箫吹奏，减轻了曲中的愁意，倒多了几分回雪吹风之爽朗。啊，原来如此，王爷关怀我也好多了。王爷对这曲谱很熟吗？献丑了，还请王爷莫要怪罪。这位演员饼干跑得也太快了，我从未见过这么长的速度线。果郡王娇嫩，你如今几岁了？蛮饼以骑射得天下，你怎么能以貌取饼？虽然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案件等着我，连喝杯咖啡的时间都是奢侈，但是经过岁月历练而坚硬的饼干，很帅气，不是吗？听说果郡王又长高了，他应该很高，是巨饼一样高大的饼干才对。每天都长高？这很可能是使用了被禁止的魔法药剂。所有组员各自报告现在的位置。收到。哦不用集合。离鸭梨岛最近的组员，请前往鸭梨岛码头，重点关注一名叫果郡王的饼干。对，他目前卷入了一件非常危险的魔法药水案件，务必保护好现场。我马上赶到。这款饼干，感谢你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这是非常严重的魔法案件。不必言谢，你快走吧。剧本上没有这段话呀。这是非常严重的拍摄事故。真的有这种魔法药剂吗？魔法师饼干好像很想尝试的样子。这幕戏是整部剧中的一个高潮，主要围绕着皇室家宴上甄嬛的舞蹈惊鸿舞展开，涉及到众多角色的复杂心理和斗争。大家紧密配合，相互呼应，才能呈现出最佳的效果。甄嬛饼干的表演将决定这场戏的成败。在面对众人的挑衅和期待时，你要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而皇后则要表现出一种端庄而又机智的特质。在面对华妃的挑衅时，要巧妙地化解危机。皇上要表现出一种威严而又不失温情的气质，对甄嬛的欣赏和对华妃的安抚都要恰到好处。放心交给我好了。好，我们来走一遍这场戏，大家准备好，预备 ，Action！ 皇上，陈炳觉得光看歌舞有点无聊，不如做些有趣的游戏吧。你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不如来抽签吧，无论谁抽到了什么，就按照签上的字表演。皇上觉得如何？这个主意很新鲜，就按你说的办吧。皇后先来。亲手书写一个寿字，在这么多人面前可难为本宫了。让你写你就写，稀里呱啦的说些什么废话？还没到你出场吧？哼！今日是温宜公主的生日，那本宫就写个寿字赠给她吧。皇后的字越发尽意了。小巧而已，勉勉强强，也就骗骗没见过世面的小饼干吧。难得听到你夸我，多谢了。这么大的纸，你就写了芝麻大一个字。导演饼干，我要举报山茶花饼干浪费剧组道具。这幕戏的道具是山茶花饼干提供的。请婉桂饼做惊鸿舞一曲。妹妹之舞实在不登大雅之堂，恐怕要贻笑大方了。不能跳就算了，何必勉强呢？纯元皇后之风姿，想必如今是无饼能够媲美啦。惊鸿舞难度太高了，还是不要跳了。你可以换个才艺。启禀皇上，婉妹妹喜欢读书，对唱歌跳舞研究的少，不如让堂堂帝君演唱一首《打造甜美好滋味》，为公主庆生吧。啊，可是我还没下班啊。辛苦了。宫中许久不演惊鸿舞，朕倒也想看一看。婉桂饼，你随意跳一支舞吧。那就请容陈饼去换个衣服，片刻即回。
皇上，陈炳的衣服换好了。惊鸿舞的伴奏呢？勇敢饼干伴奏。在你们从未见过我这样的饼干吧？泪水浸湿的日记本，魔力羞辱我一手够了。勇敢饼干，你强劲的选歌能力真是惊掉我的下巴。演出道具箱里的 CD 太多了。别慌啊，小场面，本小姐亲自来帮你找伴奏。让我看看，桂花书院的 CD 可多了。求断更。翩若惊鸿，缓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太完美了！你们还有多少惊喜是真不知道的？不仅要塌了！危险！小心落下的布景板。大家不要怕，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了。谁敢拦我，一力创飞！布景被鸡肉饼干撞飞了。不要哭，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墨鱼饼干的眼泪停不下来了，30阶的黄金大墨鱼实在太强了。天哪，本小姐的脚被泡软了。呼叫特聘道具师。对，九州青焰拍摄场地快被泪水淹没了，拜托了。一切都会被冻结。好亮。墨鱼饼干，喝杯果汁安安神。来，谢谢。听说你很擅长滑冰，可以为我们表演一下吗？好的。甄嬛饼干，好温柔。我从没见过如此精秉的滑冰技巧，没想到墨鱼饼干这么厉害。哇，太厉害了！现在是在片场，我要冷静。不愧是桂花书院之星丹桂饼干，今天也这么自信满满。这不是会弹吗？怎么伴奏音乐变了？尽情享受吧 ，Rock and roll！ 气氛已经这么火热了，一起开气功院吧！仿佛回到了夏日汽水摇滚节。你们快停下来，经费在燃烧。我们现在要排演的这幕戏是华妃情绪的爆发点，在这一幕中，角色的愤怒、激动和焦虑情绪应该逐渐升级。从询问皇上的行踪开始，你的语气应该是急切而不安的。当得知皇上留在了碎玉轩，你的愤怒达到顶点。皇上留在了碎玉轩？没错，狐妖饼干。注意在表演中展现出你作为妃嫔的高贵与傲气，同时也要表演出你得知皇上留在碎玉轩时的脆弱与不甘。难道我扮演的不是宠妃吗？你扮演的确实是宠妃饼干，只不过……为什么作为宠妃不和皇上对戏？是我的魅力还不够吗？这是剧情的安排呀！专业的演员饼干也勇敢挑战自我，加油，狐妖饼干！扮演宫女的糖糖，你已经去哪儿了？到处都找不到。勇敢饼干暂时客串一下吧。有点不祥的预感。预备 ，Action！ 娘娘，
皇上今天去哪儿了？皇上是不是留在碎玉轩了？是。你不是说那个饼干一直婉拒皇上吗？吞吞吐吐的做什么？哦，难道你被我迷住了？我也只是听说，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不拒绝皇上了。煎饼就是矫情，装模作样的勾引皇上。别生气，皇上还是更喜欢娘娘的。那当然，会翻跟头的飞饼在这宫里只有我。好酸呀！饼干都喜欢吃这种零食吗？这是什么？狐妖饼干，我要擅自打开摄影设备。你看着皇上御赐的欢宜香。那当然了，让本宫看看。娘娘，你点的欢宜香太多了，呛着您自己了。狐妖饼干损毁道具，从他的工资里扣。多吗？本宫怎么闻不到？皇上没来这。御赐的熊熊果冻。本宫正好想吃熊熊果冻了。这个熊熊果冻的颜色怎么不太一样？好辣啊！这是什么果冻呀？快给我水！说明书上写的是活火山熊熊果冻。这熊熊果冻是皇上赐给我的。皇上，不可能，这不可能！皇上这是存心谋害我，你害得我好辣！这个飞饼我不当了！你快说呀！御赐的蘑菇，御赐的蛋糕，不对，冰淇淋，也不对，御赐的双糖甜甜圈。哎呀，魔法师饼干到底是什么呀？狐妖饼干，不要再吃酸黄瓜了，再吃下去道具组的酸黄瓜储备就不够了。酸黄瓜吃多了不舒服。欢宜香，是御赐的欢宜香，我想起来了，你看。狐妖饼干不要攻击香炉，损坏剧组道具是要赔偿的。去！什么都看不见了。快把鼓风机关上！奈何和怒气冲冲，夺我乎幽宫。是狐妖饼干在背剧本里的楼东赋吗？金贵饼干好厉害，这样都能听出来。所以为什么让我扮演一位失宠的宠妃？这对才华横溢的我来说太难了。这段话一共52个字，你只背下了12个字，我真的看不出来你的才华。这是非常有名的诗句哦，在戏里，华妃饼干背下来之后，挽回了皇上的心呢。皇上的心算什么？背下这首诗能增加我的魅力吗？理论上是这样吧，导演饼干。我并没有那样说。我为了变成饼干，可是连续吃了999天面粉和黄油，背诵诗句算得了什么？这样的诗句还有多少？蓬松米高大陆诗词300首，要看看这个吗？光背诗句多枯燥啊，不如配套使用5年高考3年模拟。
学习。这幕戏是整部剧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皇后的暗中陷害，甄嬛原本的吉服被损坏了，在诱导下才会穿上纯元皇后的旧衣。甄嬛饼干，当你发现吉服破损时，你要表现出惊慌和焦虑；在面对皇上对旧衣的愤怒和质问时，你的情绪要从惶恐和不解转变为懊悔和自责。主要角色的情感变化非常复杂，一定要通过细腻的表演来展现这些复杂的情感和角色关系。预备 ，Action！ 恭喜娘娘龙生晚妃饼，都起来吧。谢娘娘。哎呀，吉服是破的。这册封的吉服是由几名织工以金银丝线织就，所用丝线只够织这一件。如果要缝补的话，眼下恐怕要重开库房。这大张旗鼓不说，怎么说也得3、2天才能送回呀。勇敢饼干怎么和平常不太一样？做得好，勇敢饼干。勇敢饼干很有演戏的天分。2、3天，恐怕要来不及了。这怎么办呀？来我店里再拿1件不就行了？娘娘，有个办法或许能救急。你说吧。前2天，皇后宫里拿了件衣服来缝补，虽然和娘娘的这件不是很像，但如果拿来换上，应该差不多。真的可以吗？衣服的款式是旧了点，恐怕是皇后娘娘以前穿过的，眼下也只有那件能穿了。我的服装店明明还有很多新衣服，为什么要拿旧样衣拍戏？蒙布朗饼干，你躲在布景板后面做什么？我作为服装组后勤，怎么能给演员饼干用旧样衣？因为采访不够啦。那等这段拍完再说。娘娘穿这身衣裳倒是很合身呐，只是不知道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好像哪里见过。是吗？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我们要赶快去景仁宫。走吧。婉婉，你终于回来了！臣禀甄嬛，参见皇上。怎么是你？臣禀参见皇上。你这身衣服是从哪儿来的？放肆！你这身衣服是从哪儿来的？放肆！我的台词真是说的太好了。唉，任由卡士达3式饼干再继续重复下去的话，本段成片废弃的概率高达74%。计算的这么精准吗？当然，魔法就是算好一切的公式。皇上，臣禀有事禀报。咦，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恭敬？快说，本王听着呢。臣禀大意，不想误穿了纯元皇后的故衣。你糊涂！婉妃饼一向谨慎，肯定不是故意的。为什么？你说吧。臣禀来之前发现吉服破损，这才向内务府借用此衣。臣禀不知道衣裳的来由，不想冒犯纯元皇后，皇上恕罪。婉妃饼，婉妃饼，碎玉轩已经修好了，你去带着思过吧。是蒙布朗饼干提供的。我忍不了了！店里那么多漂亮又耐穿的工装，都是我闭关学习、努力设计的新款。蒙布朗饼干，不要突然冲入片场啊！蒙布朗饼干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为了美丽的甄嬛饼干，一切都是值得的。吉服在这里，是勇敢饼干拿错了。好漂亮的新衣服！蒙布朗饼干，
国王命令你，这个设计风格的也给我做一套。你有彩方吗？当然有啊。我宝贝的彩方呢？你的口袋是不是也变轻了？哈哈哈哈！雷霆雨露，皆是君恩。饼干皇宫里的东西，不都是皇上给的吗？皇上你自己反省一下吧。哎，对呀，哎，下一句台词是什么？雷霆雨露，雨露在哪呀？要下雨了吗？洒水车，洒水车！这里要下那么大的雨吗？我听不见演员饼干说话了。勇敢饼干，这场戏没有安排过下雨啊！帕菲饼干也不是每次都要在雨里唱歌呀！欢迎大家来看帕菲饼干的表演，为大家带来这首新歌《勇气甜心》。哦，是谁在放《勇气甜心》的现场 CD 呀？跟我一起大声唱，把雨声盖过去吧。婉婉，婉婉，你怎么不换我四郎了？四郎，婉婉，婉婉，你终于回来了。陈炳甄嬛，参见皇上。怎么是你？哇，马德莲饼干的演技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本色出演。陈炳，参见皇上。你这身衣服是从哪来的？放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会跑到婉妃嫔娘娘的身上，请皇上皇后恕罪，请皇上皇后恕罪。糊涂！本宫吩咐你们多少次了，纯元皇后的东西要好好保管，你们竟然当作耳边风。其他的衣服就算了，偏偏就是这一件。这是纯元皇后初次见朕的时候穿的。你还记得？是姐姐第一次入王府看陈炳的时候穿的。自然是不能忘的，换下来。陈炳大意，不想误穿了纯元皇后的故衣。甄嬛饼干好委屈啊！本来就不是甄嬛饼干的错吧？就是，姐姐，你看马德莲饼干，她怎么这么坏？坏饼！他们的演技精湛纯熟，值得其他演员饼干们学习。粉毛老饼干，你也是坏饼！你们不要把戏中的情感带入现实啊！快跑吧，糖果小马！甜辣酱饼干，等等。这么短的时间，甜辣酱饼干就已经掌握了所有的马术技巧了。甜辣酱饼干，快停下来！紫蘑菇饼干追不上你了。没有人能抓到我吧？这幕戏要开始排演了，甜辣酱饼干，你不要再跑了！什么戏呀？甜辣酱饼干玩得正开心，不如把备用的扩音器借给紫蘑菇饼干吧。哇，谢谢。这幕戏讲述的是苏培盛宣读皇上的册封旨意给叶澜依，以及叶澜依的反应。整体情感基调是复杂的，苏培盛急于完成使命，叶澜依要表现出对宫廷生活的不屑与对自由的渴望。各单位准备好了，预备 ，Action！ 小主，你终于出来接旨了，有话就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圆明园叶氏聪明伶俐，文雅有气质，
册封为答应，迁入宫中居住，钦此。说完了吗？小主，你得谢恩呀。怎么这么麻烦？又不是颁奖典礼。谢恩，谢恩，谢恩！驾！甜辣酱饼干把糖果小马骑走了。快把它追回来！给了什么好处啊？就要谢恩？好处？总要有点诚意吧？有珠宝吗？有金币吗？有用不完的彩方和吃不完的熊熊果冻吗？有。皇上，把你的东西都交出来，没有也要交。都是你的，皇位也是你的。哈哈，那我就不客气了。皇上，大臣饼干们还在等你上朝。急什么？我要先看看皇上的小金库。这是什么？这福气给你，要不要？福气？这福气给你，要不要？要。礼物回赠给你。怎么会有如此精致帅气的变身？哈哈哈！通缉令的照片该换新的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册封苏培盛饼干为苏妃，迁入宫中居住，钦此。千防万防，竟然忘了防他！导演饼干，剧本上好像不是这么写的。剧本扉页犹如雪片般纷飞而至，数量愈发精炳。这画像很精致帅气吗？天真的饼干。因为容貌才被选入宫的我，从此离开了仰慕的饼干，被迫成为妃嫔。这福气，我才不想要。池边所种的合欢花，竟与我记忆中的相差无几。面包大陆的饼干可以选择自由自在的饼生，才是真正的福气。有点想要常住下来了。这幕戏是一场情感深沉而复杂的戏，对我们演员饼干的动作、眼神以及台词功底考验很大，需要有深厚的情感投入和细腻的表演技巧。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自己的角色和情感走向，把这场戏演绎得淋漓尽致。姐姐，加油！勇敢饼干，道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股香甜的味道是莓果汁吗？没错，这可是莓果王国纯正莓果汁，严选吸收阳光精华，呈现金黄光泽莓果浓缩熟成制成的果汁，超乎想象的浓醇香甜，只喝一滴也能甜入心扉，为你补充100%甜蜜能量。据说莓果饼干最多曾经喝了12杯莓果汁，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饮品。居然会有赞助商的广告植入，我还从来没有喝过莓果汁呢。这果汁味道绝了，甜味渗进面团里的感觉最棒了。糟了，金贵饼干把一整杯都喝下去了。第一次喝的话要适量啊。大家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了 ，Action！ 小主，您别喝那么多。别管我，都出去。
金贵饼干又喝了一杯。整天清醒克制有什么用？温太医，又喝了一杯。温太医，这……快说台词啊！黑葡萄干饼干，不能让他再喝了。娘娘，你为什么喝这么多果汁啊？研究香方是很辛苦的，你不懂。我懂，为了保护村子，乌鸦们每天和我一起巡逻，也是很辛苦的。每天盖房子也很辛苦，真上班气。叽叽。金贵饼干，辛苦你了。我会让商队沿途打听，帮你寻找稀有香料的。你帮什么？你就会摸鱼。他没有摸鱼的力气。为什么不帮堂堂地精？为什么不帮堂堂地精？没错，堂堂地精每天都要建造房屋，根据大家的喜好变化房子造型，甚至为了犒劳大家，打造堂堂地精研究室。只要是和王国相关，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堂堂地精都是亲力亲为。为什么不帮堂堂地精？他才是最辛苦的。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一起帮助堂堂地精吧。金贵饼干，堂堂地精，干饼偶尔喝一回，吓着你了。没关系，你先把这颗薄荷星星糖吃了。星星糖？这些都是我喝的吗？对不起，我觉得莓果汁味道很好，一时不注意就喝了这么多。莓果汁可以暖身，也可以伤身呢，何苦为了一时痛快而让自己面团受损呢？你跟我不是一样的饼干吗？为了保护想保护的饼干而伤了自己，我和你不都是一样的吗？金贵饼干和黑葡萄干饼干演得真好，虽然和剧本上的台词不一样，台词有一点小出入，问题不大。毕竟正确的情感表达才是最重要的。话说，薄荷星星糖从哪里可以买到？我经常熬夜拍戏，很需要这个。薄荷星星糖，清醒过来便不会伤身了吗？看着别的饼干扮作我的样子，说着我曾说过的话，倒也有趣。他们演绎得很好，可是我不曾后悔。时初来到面包大陆之后，我时时在想，我们就在这里住下，可好？哇，好多饼干来试镜啊！哎呀，别踩我的脚啊！我们现在要排演的这幕戏是整部剧的高潮部分，关键在于表现后宫中的权谋斗争和秉性复杂。因为其中涉及到多方的争论和矛盾冲突，各位演员在表演时要充分表现出宫廷中的权谋争斗和秉性难测。特别是在面对充满了紧张与冲突的场面时，各位演员饼干需要通过细腻的表演，展现出各自角色的性格特点和立场。勇敢饼干，提前准备滴血验亲用的道具，别忘了里面还要放上特制的材料。没问题，交给我吧。片场渐渐热起来了。虽然片场很热，但是我相信来试镜的演员饼干们都是非常敬业的。预备 ，Action！ 皇上驾到！皇上万福金安！后宫无一日安宁，这哪来的晚安？臣妾等搅扰了皇上清安，望皇上恕罪。说吧，出了什么事？这么乱哄哄的。陈炳耀，陈炳耀告发，陈炳耀告发安陵容奢靡无度，夏天金缕衣，冬天八支弦。
真的吗？咔咔咔咔！丹桂饼干，你不要抢台词啊！皇上的库银空虚，一切都要以节俭为主。挣的钱呢？那么多闪闪发光的金币呢？发出金色的光芒。想不起来。再让墨鱼饼干哭下去，整个压力岛都会被淹没。陈炳要告发老饼干。咔！糟了，导演饼干热晕过去了。怎么样？这是我的临场发挥。山茶花饼干，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作为演员饼干，临场发挥也是很重要的。陈炳百口莫辩。陈炳要告发熹贵妃。天啊！甄嬛饼干虽然嘴角含笑，可眼神里却透露出3分凉薄、4分讥笑、5分运筹帷幄，演技太精湛了，有杀气。甄嬛饼干完全沉浸在角色的情感里了。我也不能输。胡说！陈炳以粉毛老饼干的性命担保，所说的句句是实情。皇上若不信，大可传黑魔女饼干细问。此刻她已在宫中。什么？是来试镜净白的演员饼干。等等，黑魔女饼干。是谁把片场的位置告诉黑魔女饼干的？这下子压力岛压力要拉满了。这也是那位大人计划中的一环吗？大家不要慌，有朕和光之庇佑在，一定会取得胜利。导演饼干，借用一下你的传呼机。喂，是纯香草饼干吗？我是勇敢饼干。胆敢妨碍那位大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大家都陷入慌乱了。山茶花饼干，快把台词读完，不能让黑魔女饼干上场。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怕是要滴血验亲。等等，滴血验亲用的碗里要加气泡水和什么来着？苏培盛、温太医，你们先来。融在一起了。融在一起了？好神奇！浓缩咖啡饼干，我们也来试试。姐妹，加入白矾后，无论什么蟹都能相融。紫蘑菇饼干，我们一起守护村庄吧。黑葡萄干饼干，不能让黑魔女饼干等太久。紫蘑菇饼干，我们该走了。喂，你们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勇敢饼干，这到底是什么呀？怎么会这么辣？这不是麻辣村的辣油吗？丛林战士饼干，你在碗里放什么？吃串串吗？有果冻烤串、凤梨串、年糕串、盐烤莓果串。有盐烤莓果串，好辣呀！快给我果汁！哇，我又感受到了活火山般的辣劲。在如此炎热的环境中享用麻辣料理，哼，真是毫无警惕性。石榴饼干，你不吃吗？哼，和爱德华准备的美食相比，真香。哇，看起来很美味，让我尝一口。喂，卡士达3式饼干，不许吃道具。
啊？他的头上为什么冒出了+60的数字？是经验星星糖。星星糖和苏打气泡水愉快的碰撞，巧妙的融合成一碗星星糖糖浆。百姓们，一起来享用吧！这幕戏讲述的是一场宫廷夜宴。果郡王在酒宴上意外掉落了装有甄嬛剪纸小象的荷包，皇上发现后误会小象是甄嬛，引起了一场风波。最终浣碧挺身而出，承认小象是他自己的，皇上便赐婚浣碧与果郡王。公主饼干，在这场戏中，你要经历从紧张到勇敢承认，再到欣喜的情感变化。当小象掉落时，你的表情应该是紧张的，担心果郡王和甄嬛的关系被揭露。但随后，你决定挺身而出，这时的表情应该是坚定的。当皇上赐婚时，你的表情应该是喜悦和感激的。哇，这场戏我的台词好多哦，太好了！马德莲饼干，你在这场戏中要展现出皇上的威严和多疑。当小象掉落时，你的眼神应该是锐利的，试图从果郡王和甄嬛的反应中捕捉到什么。当浣碧承认小象是他的时，你的表情应是疑惑渐消，转为一种玩味的笑意。在赐婚时，你的语气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哎，都快开拍了，扮演果郡王的演员饼干呢？怎么还没到场？导演，我鸡肉饼干，你先顶替一下吧。表情和眼神是这场戏的关键，你要细腻地展现出果郡王的内心世界。没问题。导演饼干都没有回头，怎么确定鸡肉饼干在这里的？根据面包大陆的传说，当你想找某个饼干的时候，一定会先找到鸡肉饼干。唉，好吧，鸡肉饼干果真是无处不在。公主饼干，等会你端着莓果汁，等鸡肉饼干靠过来，要装作被他撞倒的样子，让自己身上的荷包掉出来，明白了吗？装作被他撞倒，这个有点难。刀在我身上，公主饼干，需要出力找我就对了。演员饼干们一定要注意这场戏的走位。我们开始了 ，Action！ 哎，发生什么事啦？刚才鸡肉饼干是不是在这里？好巧！公主饼干真强壮，我果然没看错饼。导演饼干，接下来怎么办啊？我们继续按照剧本上的剧情推进就可以了。啊，这不是我的荷包。福袋，福袋，给朕！这是我先看到的，明明是我先看到的。来人呐，把这个蛋糕怪物给朕拖出去！你是不是入戏过头了？福袋，这贴纸倒好像是熹贵妃呢。还真是很像。浣碧佳话，皇上，这是我的贴纸。是吗？既然如此，朕宣布，让浣碧以钮祜禄家2小姐的身份赐婚果郡王。多谢皇上。等等，我不同意。来人呐，把这个拿着剑的刺客给朕拖出去！唉，咔！这只是剧本上的台词，你们不要这么激动。公主饼干，我们快跑！啊，又是饼干！哎，真是的，这是在拍戏啦！他们跑得好快。好多奶油虎！啊呜！你的朋友？奶油虎们，走吧。
海风来，采访四面八方来。让开，都是我的。你们不要急，摄影机都被撞到了。都是我的，你们都给我退下！我先看到的，是我的。幸好，摄影机没事。怎么样，台词背下来了吗？不要打扰我背台词。台词？我看一眼就记住了。那你可真厉害。背台词是一方面，如何演绎角色也很重要。皇后的表演应充满情感和张力。在开始时，皇后应试图通过言语来挽回皇上的宠爱和信任，但随着对话的深入，皇后的情绪应逐渐变得激动和愤怒。当听到皇帝决定废后时，应表现出一种绝望和不甘。最后，当听到自己将被软禁在景仁宫时，皇后的表情应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既有解脱，也有怨恨。马德莲饼干，你在表演过程中要保持一种威严而愤怒的气场，在决定废后时，语气要坚定而冷酷。最后宣布将皇后软禁在景仁宫时，语气中应透露出一种解脱和疲惫。威严、坚定，这个我很在行。皇后，你认罪吧。我的头好痛啊！没错，皇后的绝望、疲惫。浓缩咖啡饼干，你演绎得很好。马德莲饼干，你离浓缩咖啡饼干那么近干什么？先去宝座上坐好，把架势拿出来。这幕戏的台词量较大，我们先拍一段，试试戏感。预备 ，Action！ 已经到了这地步，你认罪吗？是，我有罪。就算你亲口认罪，朕还想见到你这张脸。哼，马德莲饼干胡说八道的技艺已经登峰造极了，害得我笑了一下。皇上，陈炳的头好痛，下次这种活动就不参加了。你为什么不恨朕？我……当皇后有钱又有闲，恨皇上干什么呀？对呀，皇上会给皇后很多金币和熊熊果冻，为什么要恨皇上？你们别在片场边上吃零食还说悄悄话，现场收音设备可都录得一清二楚的。这样实验经费的问题就解决了。谢谢你们的建议。马德莲饼干，浓缩咖啡饼干，请在这里签字。啊，好啊。提前感谢你提供的实验经费，我会定期向你提供实验材料和器材购买的账单。我还有其他行程，先走一步。啊？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了？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是你的钱包要出问题了。皇上以为陈炳不想吗？陈炳多想恨你啊，可是陈炳做不到，陈炳做不到啊！这是什么呀？早上起床睁开眼睛，今天也举起我的锤子。谁切了 CD 机的碟片？这幕戏的背景音乐不是这个。为什么要关掉啊？这首歌还挺有氛围感的。大早甜美好滋味。堂堂地精，你在做什么？这是没修音的原声 CD 啦。啊，怪不得有点跑调。哎呀，有点音浪饼干的音乐风格啦。
听起来像是堂堂帝京乐团打造甜美好滋味的 DJ 打碟版本，有趣。下一次 Bad4 的新歌可以考虑这种风格。16饼干，你果然偷偷去夏日汽水摇滚节了。闭嘴，查尔斯，这是身为乐队经纪人的修养。倒是你，身为 Bad4 的队长，不能对乐队新单曲多关心一点吗？